李长寿陷入沉思，刚想去密室之中拜一拜老师的画像，就觉湖面出现些微异动。洪荒第一传信灵宝玄黄塔以及真强乾坤尺从水面缓缓升起。老师没有给太极图，说明我前路应该不会有太多麻烦。混沌海虽然凶险，但是洪荒附近的混沌海受洪荒天地的影响，总体而言还算是稳定，又有六圣威慑，那些强大的神魔纷纷退避。云霄道境本就极为高深，我最近也刚刚有所突破，两个人联手，便是遭遇到鲲鹏这种凶狠的生灵，有玄黄塔护身，也可以全身而退。不过还是不太稳妥。李长寿很快就有了决断，看了眼在旁正修行的灵娥，刚想将灵娥唤醒，面前的湖面又荡起了些微波痕，离地焰光旗再次现身，将灵娥直接包裹起来。谢老师。李长寿闭上双眼，开始操控指导人在各处奔走。先去找玉帝请个假，言说自己想趁着大节前的宁静去混沌海中探寻一二宝物。玉帝自是没有为难，还特意叮嘱李长寿多做一些准备，混沌海中一切都有可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风险，什么乾坤大震荡、天地残骸、先天神魔后裔等等。李长寿面色凝重地答应下来，将这一次外出的安全问题摆在了首要位置。出了天地，神权之力就如同摆设，离开天道笼罩的范围，功德和气运也就失去了作用，一切全凭自身实力。于是李长寿准备了数百瓶灵丹，几乎将库存拿出了80%，又将自己琢磨的各类小玩意儿带在身上，底牌库更是一个不落。他还去兜率宫取回了已经被老君重新炼制过且达到了全新层次的小鹿神枪，并顺势请老君炼制凌厉的衣甲、杨戬的神枪、太乙真人的封口球。看了眼红军道祖给自己的那一枚石片，李长寿将其也随身带上。这上面记的是斩三尸之法，自己现如今还差几步，无法真的用上。思前想后，李长寿还是决定将剩下的6滴祖屋精血也带在身上。此前他给了杨戬1滴共工之精血，又给灵力用了半滴后土之精血，李长寿自身融了1滴共工精血，半滴后土精血，让道躯变得稍微强力了一点点。而最关键的便是半个月后，天涯海角。精心打扮一番的云霄仙子隐藏在薄雾中，她当真从未尝试过花费近半个月的功夫在修行之外的事情上。本是无垢道躯，却特意沐了花瓣玉，精挑细选了玉钗，简单却精致的盘发。那种特意炼制出的长裙自下而上由浅蓝渐变为纯白，腰束上的云绣花纹自是一针不差。他提前2日来到了此地，潜藏行踪，静静等待着。来往的仙人皆是无法看透他的神通。距离约定的时刻还有半日，云霄仙子想着临行前2位妹妹那有些无遮无拦的话，想着金灵圣母拉着她去了侧旁偷偷交代的些许语句，禁不住就有些出神。我当真她的气息已是到了近前。云霄仙子精神一振，连忙抬头看去，却见那天涯海角的石碑前，一道挺拔修长的身影自青烟中缓缓凝成，自是李长寿本寿。他心底一喜，双眸明亮，顿时要解开神通现身相见，却见那青烟犹自不散，又凝成了2道身影。老师，金鹏这就化作本体。珊珊，你确定这次云霄仙子约你一同去混沌海是为了寻宝或是其他事？李长寿淡定的点点头。我也不知，不过后面就劳烦金鹏与白先生了。金翅大鹏鸟与白泽齐齐答应一声，前者立刻化作金翅本体，飞到空中来回警戒，白泽也化作瑞兽的形态，身形快速缩小，化作家猫一般。李长寿对此心底颇感满意。
混沌海中五行不分，自己的遁术发挥有限，有一支跑得快的坐骑异常重要，金鹏就是最佳选择。若是遇到鲲鹏，说不定还能与鲲鹏比比脚力。白先生的神通也是颇为厉害，且白泽也说他的神通在混沌海中也可适用，这就让李长寿安心了不少。危险预警系统有了，混沌海中的机动性得到保证了，现在就等云霄仙子抵达此地，开始一场刺激惊险的混沌海冒险之旅了。身为男人，就是要照顾好自己的女伴，尤其是去这种危险的环境。李长寿嘴角露出了从容且稳健的微笑，而侧旁躲着的云霄禁不住先手扶额，不知该不该现身答应。见到云霄的一瞬，李长寿双目一凝，只觉得道心被人用木锥狠狠地凿了一下，整个人懵懵然，心底泛起了两句上辈子颇为喜好的诗词：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他自云雾现身，负手驾云前行，目中带着浅浅笑意，嘴角挂着浅浅酒窝，自发梢到指尖都有过精致的打理，尤其是他一双柔蹄10根仙指，指尖都点上了粉白色的灵粉，手腕上环绕着的精致彩带。云霄啥时候这般细致打扮过？我此前莫不是想多了？这一次并非通天师叔要搞事，让我暂时去混沌海中躲一躲，避免被牵连。纯粹是通天师叔想促成我与云霄的姻缘，借此让我离截教更进一步。这不早说，为什么不早说呀？堂堂的圣人老爷就一直赖在第一层，只是单纯的谈情聊人生，何必去那凶险的混沌海呢？6道轮回盘它不香吗？李长寿低头看了眼脚边的白泽，抬头看了眼空中飞着的金鹏，心底抽搐几下，嘴角露出温和的笑容。错会了佳人意，他自是不能再让云霄尴尬。李长寿温声道：已经等了一阵了。云霄轻轻摇头，又对化作白猫大小的上流瑞兽白泽微笑之意，那抿过了灵草汁液的薄唇轻启，带着少许芬芳。并未等太久，只是刚来此处。要出发了吗？李长寿的心底立刻就浮现出了3、4个答案，几乎下意识的就做出选择，点头答应。已经准备充足，自是要按原本计划行事。这次让金鹏代步吧，他的急速便是离了洪荒天地，依然可以完全发挥。你我的神通术法都会受些影响。他柔声答应着，目中流转过少许玩味。李长寿顿时读懂了他的调侃，略微拘谨的一笑，开始暗中清点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些物品，招呼金鹏下来，下意识的想找漱口水是什么鬼啊？这紧张了啊！白泽颇为识趣，最先窜到金鹏背上，跳到金鹏脑袋的位置，还对金鹏传声叮嘱2句：白泽，白先生，洪荒老瑞兽了，还能不懂这点事儿？云霄仙子一现身，白泽心底就是咯噔一声，知道他跟金鹏今日8成是意外的坏了水神大人的好事。可这也不能怪他不识趣啊，他也不知具体是哪般情形。水神当时用指道人问：白先生，初得洪荒天地，进入混沌海，你那趋吉避凶的神通是否还有作用？白泽老老实实的回答：在洪荒天地的大道规则影响之地，自是能感应凶吉，只是不可太过深入混沌海。然后他就被召来了此地。看这个样子，水神这次明显是想多了。稳着把自己稳进去了吧。虽然白泽已经开始想办法如何让自己跟金鹏及时脱身，但是心底莫名的也是一阵暗爽。总算也有水神算不到的事了。李长寿与云霄飞到金鹏背上，本是隔着半丈摆的蒲团，在白泽的示意之下，被金鹏挪到了相隔1尺。李长寿和云霄并未点破此事，
李长寿拱拱手，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云霄微微颔首，自侧旁打坐，裙摆在身周缓缓飘开。咱们这次如何去寻那宝地？云霄素手一翻，掌心多了一把袖珍小剑。这是师尊的献仙剑，可指引你我去那处所在。师尊说那里有你的大机缘，也不知道具体是何。此行本就已是机缘。云霄并未接话，只是目光更加温柔了一些。金翅大鹏鸟问：老师，仙子，我们该去何处啊？云霄催起手中的袖珍小剑，剑指向了东南偏下的方向。金翅大鹏鸟张开羽翼，10丈长的身躯在天涯海角平滑地窜了出去，身周撑开一道仙力臂障，开始均匀加速。专业的坐骑往往只需要简单的指令。白泽昂首站在金翅大鹏鸟脑袋上，眺望着前方虚空，用仙力封住了自身，还特意将这般风劲表露出来，仿佛在说：你们后面谈你们的，我们什么都听不见。李长寿注视着近在咫尺的仙子，想到了已在进行中的封神大劫，心底暗自轻叹。身上带着的那一张旨意，暂时还是带着吧，此时并不是拿出来的合适时机。与云霄相处时，李长寿感觉最舒服的点，就在于自己不必多想什么话题，不必多费什么心神，只是各自坐着，仿佛就有流云静水环绕彼此，只觉岁月安好，不觉时光流逝。大概这就是云霄仙子独特的魅力。虚空中远远近近晃过了一片片光斑，金鹏不知不觉达到了自身的极速，一方方世界被迅速地抛在身后。通天师叔回去之后可说了些什么？我此前并未见到师尊，是大师兄来三仙岛寻，说了紫霄宫之事。李长寿皱眉，沉吟几声，云霄轻笑了一声。可是在介意被师祖强行给了封神主劫者的身份？没有，这本就是我想去帮天庭争取之事。除了正史，多宝师兄可对你说了一些其他的不重要的细节？云霄有些不明所以，仔细想了想，俏脸略微有些泛红。脸红？果然是知道了吧？李长寿的心底不由一阵哀叹。多宝师兄这过分了吧？我被道祖整了一顿，衣袍破了，出了点糗，至于这么大肆宣扬吗？截教人君守口如瓶。云霄看向侧旁，抬手理了一下耳旁的秀发，轻声道：师兄说让我莫要留遗憾，大劫降临，谁都不知会发生何事。李长寿先是松了一口气，随后额头挂满黑线。这话也危险了一些，你莫要因此胡思乱想。紫霄宫中什么都没有定下，你罢了，给你看此物。言说中，李长寿在袖中将打神鞭拿了出来，其上浓郁的天道之力显现。云霄仔细地端详着，一根手指点在打神鞭的末端，闭目细细体会。此物似是天书的一部分。不错，李长寿将打神鞭收了起来。此次大劫我为主劫者，有几点感悟，从未对旁人提起过。天庭不只是管理三界，天道还可借天庭秩序，巩固天地安稳，增加天地镇压九无权之力，让天地可以容纳更多的生灵。秩序二字的确可以限制业障增长，当然这也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压抑天性，一定程度上泯灭个性。人书定生死轮回，天书为天道增加一层保障。随着劫难进行，天庭越发兴盛，大劫需泯灭的炼气士也就相对越少。只要大劫不失控，其实有很大的希望将大劫控制在不伤圣人亲传弟子的程度。当然了，这也是理想状态。李长寿侃侃而谈时，云霄在旁静静看着，似乎他讲的这些都不重要。他说话时的神态，颇为明亮的目光，沉稳清晰，不显缓慢的嗓音，总是那般不令人生厌，
又想去多听多看。你这般看我做甚？可是觉得我今日打扮太随意了？你障眼法似乎又改过了。你竟能看出这般小事？李长寿抬手在自己额头轻点，撤掉了大部分的伪装。此前偶有所悟，突然想到了改良障眼法的思路。这般看着可还顺眼？只要是你原本模样，总归是顺眼的。我去，主动进攻吗？李长寿老脸一红，莫名感觉自己竟然有些顶不住攻势，果断变化思路，在袖中取出了2只玉符，与云霄仙子谈起了修行之事。找话题也算是搞对象时的基本能力之一了。这一谈倒是不要紧，却是勾起了云霄那较真儿的性子，与李长寿辩论了起来。他们从3000世界谈到天外虚空，又穿过天道壁垒，飞入混沌海中。金翅大鹏鸟本身修为境，已是大罗，自身之道足以抵御混沌气息的侵蚀，在金鹏背上坐着也是无比的安稳。再入混沌海，少了太清老师的庇护，李长寿直观地感受到了那一条条无序之道对自身大道的冲击。元神宛若冲入一片泥泞沼泽中，有一种难以施展、难以感知的憋闷感。总算知道这混沌海为何叫做海了。这般感觉确实像是一个凡人冲入偌大的东海南海，若迷失方向，最终只能够力竭而死，葬身鱼腹。在混沌海中，最重要的就是保持方向感，时刻的明确自己的方位，以洪荒天地为起始点。为此，李长寿这半个月查阅了不少天庭存放的古籍，制作了几套能在混沌海中找寻回家之路的大道法器，以作不时之需。